好，那么总统弹劾哈，因为第一次嘛哈，所以呢56比50没有过，可是他们说是有宪政史以来第一次有弹劾案啦，哦，所以呢这个陈水扁被罢免过3次，不过那是罢免，弹劾是第一次了哈，所以呢被认为说这个赖清德还是在宪政史上留下一个记录哈。那另外呢，这个卢秀燕说，希望领导人能够凝聚国家的共识嘛，不要每天搞得国家分裂这么严重哈。柯志恩哦说呢，柯志恩说哈，这个投了弹劾案，陈其迈挑战他，地方发展比政治炒作重要啊，你不去搞地方发展啊，去弹劾那2回事情啊，哦，弹劾案说是对总统最严厉的警钟哈。那另外呢，联合报今天社论2年嘛，2年执政1场弹劾。所以要见证赖清德宪政的败局。不过民进党做调查说赖清德很好，反正就大家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我们看一下。现场如果你的议会预算到现在还没有过，我考虑的逃票。询问县府预算通过了没？当成苗栗县长钟东锦的面，总统赖清德谈到总预算又有些许抱怨，但与此同时，立法院在审查的不是钱，而是跟他切身相关的总统弹劾案。19号上午投票表决。亮出手中的选票，对着镜头拍照，作为中华民国史上第一桩总统弹劾案，连好久不见的民党立委柯建铭都出现了。虽然没有民进党立委跟他互动，却凸显绿营对19号表决有多看重。因为原先民进党态度是不陪公子念书，不进一场投票。我觉得没有进退失据，民进党的逻辑就非常简单，我们态度一贯的主张就是反对。一改过去在公听审查会的冷处理，民党团动员全体立委出席。不过按照规定，对总统弹劾案需经全体立委2/3以上决议，门槛高达76席，在立委加总也仅有62席要通过弹劾，几乎不可行。得票的多寡，好是赞成罢免多，还是反对罢免多？好，我想这个就是赖清德这2年的成绩单。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烙印。最终56票赞成弹劾，50票不同意，没有跨过弹劾总统的门槛。但其中发动甲级动员的蓝营，除了正副院长韩国瑜、江启臣以及出席 WHA 相关会议的廖伟翔，像是立委陈玉珍，因为没能赶上飞机缺席投票；立委陈超明也以出庭为由向党团告假，却被发现出现在总统身边。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总统。我们给陈委员一个热烈掌声哈。但是否针对缺席弹劾投票的2位委员祭出违反假动的党纪，甚或罚金？国民党团表示，他们都已经请假，事先获得同意。另外呢，昨天这个苗栗县长钟东锦呢跟赖清德说讨经费了哈，赖清德说总预算没过啊，没有看得出来为什么不讲呢？为什么不批评蓝绿总预算不过呢？钟东锦这是中央政府总预算，我们的议会啊。所以钟锦事后说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哈，然后呢，这个评论也说总统霸凌钟东锦县长，而且主要是苗栗人看了觉得县长替我们争取这个建设何必这样呢？那苗栗县副县长是赖香伶，民众党赖香伶，他说赖清德这样有点失言，这样不太好了哈。那怎么看？我觉得刚才卢秀燕的话是，我就觉得是蛮对的哈。这个大家和谐一点，考虑一些经济发展啊，什么东西。像上一节我们谈到这个补助的事啊，我跟大家我补充一句，今天谢龙介生气了，他说当时国民党提出0到15岁每个月5000，民进党骂说你画大饼有这个钱吗？怎么今天竟然加码了？讲那几个回来，我推荐各位看一篇啊，今天《经济日报》写的社论，我觉得那篇社论写的真很好，点出年轻人的心声啊。我讲另外一个数字，我跟各位报，从去年第4季到今年第1季底，你知道台湾增加了多少资产上亿的人吗？增加了70%。啊，增加了，因为股市的关系，增加了70%上亿的。就如果原来有1万个有1亿以上资产，现在17000了，哇，都涨这么多，这个是快翻倍了。这里面说明了一些什么东西哈？国力好像要增强了。我们到今年年底啊，平均国民所得啊，大概在44000块，很高了哦，130万台币。换句话说，月薪10万块，年终奖金再拿个10万。请问一下，有几个人这样？符合现在台湾的现况吗？不符合嘛？平均是一个那是个平均。现在财富大部集中在你看股市好了 ，AI 跟相关的半导体加低轨卫星，加上其他周边的供应链，
都是集中在那里啊，在那个产业的人，我相信他不会 complain 说哦，我的人生是被扭曲的。现在在台湾，我是觉得年轻人不敢结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结婚以后我怎么买房子哦？现在养小孩很贵哦。我有一个孙子，我才知道哦，养小孩有那么贵哦，从保姆费开始就很贵啊。出生看你在哪里生了。现在台湾的资产啊，我是觉得是被扭曲的，啊，个人的平均资产、薪资结构，政府真的要考量一下。刚才我们新北市的议员讲说，那个房子啊，结婚给他房子，这个方向是对的嘛？你要先解决他住的问题，你要解决他薪资去养小孩的问题。我跟各位报告啊，看一个国家的国力，其中有一项就是人口啊。人口，如果你的出生率逐年降低，我请问，我们现在征兵都会有问题哦。我们你知道工地现在建筑业的工地的工作人员，你只要有10个工，你就算是很了，就可以稍微呼风唤雨。都还是外籍。这些工人两种人，一个是外劳，一个是老人。年轻人未来是什么？政府要考虑一下薪资结构的问题，要考虑到住房的问题。我是觉得刚好是赖总统2周年，我觉得应该朝这个方面替年轻人想想他的未来。如果年轻人没有未来，我们会有未来吗？对，没有错。所以我们常常接到很多的这个年轻父母有几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啊。其实我觉得赖总统在这一次讲话里面，不妨对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父母一些心里面想要解决。第一个，从出生来带小孩谁带？保姆怎么找？那这个社会上，他很怕说，我去找个保姆虐儿。现在很多的那24小时的保姆的需求量很高，因为很多父母都双薪的。那24小时的保姆，他的保姆费也贵，有时候甚至到4万多块，4万多块。所以你要怎么样去系统性解决？12岁以下可以请外劳，但是不一定每个家里面可以请啊，而且家里面不一定有外劳的住的地方啊，而且有的家庭也不习惯说有一个外劳在家里面生活，对，那个家有这个隐私的问题，所以其实很多的这个年轻父母要解决他们的问题，还有上小学，现在连上私立小学就开始挤破头，每年这个时候大家就要念这个挤破头上私立小学、中学，但一路上去都很竞争，所以我觉得那个倒不是说大家不想生小孩的问题，而是说怎么样让小孩有一个比较安全而且舒适的环境可以成长？我觉得这件事是父母想要思考的问题。再来，我觉得在赖总统今天在这个场合何必去讲中东锦呢？中东锦又不是立委，他又不是立委，他又不是立法院的主导者。那中东锦出来讲话，他要讲什么话？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赖总统有时候很固执，而且把政治上的斗争往往放在思考的第一位，而不是放在怎么解决问题。像我们刚刚回来你说要解决年轻父母，除了5000块，我也不相信我相信没有人会因为1个月多5000块而生小孩了。如果1个月多2万块，可以考虑啊。但你要考虑吗？你确定哦？我可以考虑。多2万，但没有真的5000。无小补，但是不会为了这个去生。5000块生小孩啦，整个配套都要做好。而且所以我觉得整个要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再来，我觉得很多年轻人思考什么，还有养老的问题。就是他的爸妈有没有人去照顾？是不是现在的年龄活到80、90岁的搭捷运的，我们常常都碰到，生活的他的这个都很好。那万一卧病，有没有配套资源可以去有一个地方让他们去做一些安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总统可以把这眼光放远一点，不要每2句话都讲到政治斗争。我也觉得，我觉得中东锦一定听得非常的一个不舒服啊。其实中东锦应该回复他，那是因为你也没有这个省预算，你跟他说那是因为你没有让我们军人加薪通过啊，你马上回去啊。我们当初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理由，没有人不要预算，但预算一定有它的程序跟规矩。但是我要特别提到，我完全同意刚刚2位所提到的，要能够让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安全稳定，年轻人真的要让他们能够可以让他们觉得说我买得起，我养得起，然后呢这个部分里面比什么都重要。那你看我们当初我们每一次到今天为止都还是提到军购的问题，我们的军购的问题大家彼此朝野之间各有各自的一个立场，但是我们最现实的问题，你不觉得今天在整个比重部分里面，如何在就职2周年给我们台湾这些年轻人
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这不才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主轴吗？可是今天要不是你抛出这个问题里面来，我们谁会在这个部分？而且我说实在的，他就是因为抛出0到15岁，想要降低大家彼此不断的剑拔弩张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我必须要说，以前不管在智库或者是在国民党团，他们都会为520做出非常多来检讨，然后来检视，然后来做出各个他所做的每一项策略，包括他的能源问题什么样的问题。你会发现今年520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惨淡吗？几乎没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大家很清楚跟总统讲什么，跟他做什么样的部分，好像对于我们台湾社会无视于补。因为我们以前只要通过3读，他都可以不附属。那我们今天如果再安排这么多，即使不断的告诉他10大你最大的缺失，不断告诉他任何的一个方式，你完全不会得到任何的一个回应。所以这就是你这今年520，我说实在的，完全没有任何人在做讨论，我们连讨论都不想去讨论他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赖总统他在做人。我还是强调一句，总统最大的角色就是要团结每一个人，大家才有办法炮口对外嘛。你今天到了一个人家家里去，到了一个苗栗县，人家县长这么样的欢迎你，你什么都不讲就讲出你也没有在干嘛？你觉得这个东西来说，这个个性问题真的是让台湾陷入一个极度的苦境了。哎呦，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了。你都做到总统来，他就说我就是这个个性才当到总统。你来劝我，你当了总统了吗？你们劝我，你们凭什么劝我啊？真的，你们都干到什么？对不对？我劝我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干到总统啊。所以谁劝他，他听谁的？麻烦就在这个地方。我告诉你，他就是这样。所以旁边人大概可能劝都没劝过，就算劝个1、2次也就算了嘛，劝也没用啊，对不对？他就这么固执，那怎么办呢？徐哥再回来。好，新北、台北，蒋万安、李四川，他们昨天合体谈无烟政策，因为蒋万安在台北想推一个无烟城市了啊。那现在真的，如果你不会抽烟，不要开始，因为一旦上了瘾就很难戒。有一段时间，真的这个抽烟的人哪里都抽啊。我还曾经坐过公车哦，因为有一个年轻人劝一个人不要抽烟，在车上打架。以前有一段，但慢慢大家比较有这个概念了，就是说，哎呀，有2手烟嘛啊。所以呢，抽烟要到外面去啊，或者是那蒋万安的意思是说，他怎么还要有些地方还不能抽，外面还不是都可以抽，还要某些地方要反正有一个规定了哈。所以呢，他们就谈要无烟政策，说新北、台北都需要实施。那新北说好，我们在耶诞城先示范，因为每到耶诞城他们会办一些活动，那个时候示范不能在户外，当然也不能抽烟啊。那另外呢，这个他们说双北要共治啊，那苏巧慧大概不是这样讲啊，所以呢，李四川就说，本来双北就是共治嘛，因为它是一个共同生活圈嘛，大台北地区加起来600-700万人口，捷运呐，甚至上下班啊等等。你看，你不相信这个早上的时候，因为这是我发明的选举，我在这个选举的时候到那个桥上，各种桥，永和桥、福和桥，这些桥，哇，这举牌大家都看到，千军万马，开汽车的、骑摩托车的，一大早就是这个台北新北的这个互通是非常的这个频繁的哈，密度是很高的哈。那另外呢，苏巧慧说，现在城市间本来是又竞争又合作，什么共治？台北新北也有竞争啊，不是只有这个合作啊。哦，所以到底这个选战变成怎样啊？苏巧慧当然也去跟那个沈博阳啊，也合体了啊。那另外你看啊，这边沈博阳、苏巧慧也合体了，他们说不要共治，叫做共好，一起好哦。所以呢，到底要到时候新北市民要选共好还是共治？新北、台北市民都是这样，共好、共治、共治、共好。我们看一下。谢谢。市长介绍一下我们的家。好一阵子没一起办公，台北市长蒋万安发现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肤色黑了好几阶，1周内2人2度公开合体，一起视察无烟城市规划。最重要是要用所谓高级的过滤，所谓的HEPA，把该有的烟把它整个过滤掉。也有要求轻工处一定要做到这些标准啊，负压原理，让加高往加低这边啊，所以
烟就不会逸散。副牙式吸烟室李四川心得很多，边走边和蒋万安讲起台北市的大小建设。这个就往后就可以变成模组市啦。难得见面，话说不完，双北共治用行动体现。其实双北就是一体，而且我们有深入的默契，双北共治才会更好。像这一个我们的 A 蛋城的这一个部分，我们也可以先来做一个执行。台北市万川连线绿营也要组队，和台北队这一次呢，我们会共同组成新世代连线。毕竟我们的愿望就是要新世代扛起双北的新时代。2对2隔空较劲局面，李四川直问对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曾提两国论入线。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国号名字叫做中华民国，两岸互不隶属，这是全民共识，并没有必要再就这样统独的议题再办一次公投。我的对手提出两国论的修宪，我想大家都知道。那如果这一个是他的信念，就大胆的讲出来，不要为了选举。当然，我从头到尾现在谈的都是市政，我从来没有所谓的意识形态。即便是地方选举，双北都脱离不了两岸议题。两个新北市议员在这里啊，来嘉玲。我想我先来讲了哈，我看那个李四川跟蒋万合体哈，好像最近合体的2次吧哈，越看越像副市长啊，他就是真的一个副市长，他的人设真的出问题。他如果再跟蒋万一直在合体，大家就一直认为他是副市长。我真的发自内心，他要把他的主体性拿出来啊。你去看那个这个吸烟室啊哈，坦白讲，我是不抽烟的人呐。新北耶诞城，我们不分党派都希望他废掉，不要再办了。因为他那边已经对板桥的交通居民造成非常大的困扰，你还想在那边设一个吸烟室 ？My God， 根本就不应该在那边吸烟嘞，对不对？我们很多的妈妈就是不赞成这个政策啊。那你又跑到台北市去，为什么你不跟侯友宜多合体嘞？侯友宜在新北做的那么好，我就不晓得这个李四川川博在想什么吼。这个真的，你的路线到现在剩下不到200天，还在这样游移吼，我觉得不太妙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所谓双北共治，这几天在Trade上面，在网络上面，大家就说叫什么？这个叫双北共筛啦。大家知道中永和因为这个公馆圆环的问题啊，到今天都还在筛啊。到今天大家都说，有人跟我说，上次我来节目，有一位女士跟我说，没有筛啊。对啊，你开车没有筛啊，骑摩托车都筛在上面，最起码要筛25分钟。他还讲说双北生活圈30分钟，川博可能已经离庶民的生活有一点遥远。你要知道他当副市长当几年了，他都是坐车嘛。有助理嘛，有司机嘛，我们庶民的生活他真的没有办法体会了哈，所以我真的奉劝川博，你要讲这些话之前，你先请你是工程的专家，你可以请交通的专家来跟你评估看看这些话适不适合讲。双北共治现在其实有北基，他们有一个沟通平台，很多事情确实有在那边做沟通，无论是治安啊、环境等等都有在沟通，但我认为那不叫共治啊。什么叫共治？我今天副市长今天在台北市上班，明天到新北市上班吗？还是市长可以交换上班？治理它必须是同一个团队，而是做好沟通的平台，没有错啊。苏小姐讲的没有错啊，我们需要有时候要竞争，有时候要合作啊。我就想问川博，当初你把辉达抢去台北市的时候，你把新北放在哪里？那时候侯友宜多想把辉达邀请他来我们新北啊，那时候川博是努力让他留在台北市那我们新北情何以堪？我们林口还有树林和很多地方有那么好的条件呐。如果当初你想选新北，你就要站在新北市民的立场想。所以到现在很多问题变成矛盾嘛，人设也出问题，到底是蜡笔小川还是川博，还是工程师，还是铁锤市长？不知道，不知所云哈。所以我认为说，川博种种问题我点出来，我是善意。我希望说，如果真的很想当我们的市长，要把自己准备好，不要到每个地方讲的话都有点矛盾，还打脸侯友宜，我觉得不太妙哦。来，世轩，这个嘉玲议员是我的好同事，但我还是必须要说8个字：攻击无力，护航无感。为什么这样讲？你刚刚讲的川博的这些问题其实在的凸显了他扮演好他的角色。身为一个台北市的副市长，当然要极力争取辉达在台北市因为那是他当时的工作。现在他的工作是新北市长参选人，他就是要他要请全身的力量去为新北争取更好的建设。所以刚刚我看到蒋万市长跟李四川博在就这个吸烟室的这个部分合体去做讨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正面，而且是新北市民期望看到的。你刚刚在讲说大家都不希望看到抽烟当然是如此。可是问题是什么？
实务上生活就是到处都在抽烟嘛，这个就是眼前的事实，你必须去正面的去面对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新北市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公园抽烟。所有的家长都在 complain 这件事情。你有再多的烟害防治法，你有再多的自治条例，根本没有办法解决，因为在实务上面去取缔是有这个效果是有限的，对吗？所以我们是在现况去找一个好的解方，这也是国外的做法，我们来尝试一下。在过去台北市在西门町第一个示范。就我得到的讯息是效果不错，而且未来还会有更多样式的，比如说现在是密闭式的这个吸烟室，未来可能还是用围篱式的，在这个树荫底下，国外确实是这样子做，没有错。所以我觉得身为双北，尤其是在北部的这样的大城市，我们当然要当领头羊，去跨出这一步，去做这样子的尝试。所以不管是侯友宜市长的新北市市政府，现在其实针对这一方面也做了很多的讨论。那至于您刚刚讲说，为什么不跟侯友宜合体？因为侯友宜正在议会总咨询，在应付民进党的备询啊，所以说我觉得太多的政治上面的这种口水，其实没有太大意义。还是刚，我觉得那个新北、台北两边呢，互相来做学习，或在市政上面的互相来做延伸，我觉得本来就是好事啊。因为你看这个每天呢，大概有台北市的部分，大概有60万人是从外地来那边工作，所以白天台北市变成接近280万人左右在这边活动啊。所以你说台北市有好的东西，我觉得新北市就可以 copy 复制，甚至桃园也可以，其他县市这南部高雄也可以。就好的东西全国推展，不要说好的东西，然后你去学就代表是什么，我是你的 say 喊等等。我觉得那把人就看小了，就把人看小。那再来，你说川博过去他在不管在台北市啊，当时的台北县啊，他也服务过很多的地方，所以他对很多的工程啊了若指掌。我觉得这部分要发挥他的长项，因为包括两市之间讨论很多的卢社大桥。也是需要两边的这个来去做讨论，然后包括社子端怎么去接，然后让这个社子这边的进来的车辆不会造成台北市这边拥塞。所以我觉得这样，我们这其实坦白讲，这有点像新北、台北一样双子式的概念啊，是大家不要说每个地方要割地而治、隔河而治。然后一个好的制度没办法相互学习，我觉得也不是大家所愿意看到的。沟通啦，但所以我觉得这是沟通很好的方式啊。那你说这样辉达？这个辉达的事情，李四川为了这个辉达的事情，坦白说做了很多的协调。我相信新北那边也争取，但是最终决定还是由辉达自己决定嘛。哇，你最起码跟新北市民道个歉吧。你不能说李四川那时候当台北市部长帮新北我把辉达争取到台北市，新北市对不起，要不要道个歉呢？是，那而且辉达在那边所谓那个就业整个辐射范围，两边都受到受惠啊。新报的谁喊的吗？辉达2厂就在新北市了，不晓得。好，台北新北蒋万安李书长喊双北共治了，沈伯洋说呢，共什么治？垃圾桶都不一致哦，垃圾桶都不一样啊。那另外呢，这个因为本来没有台北有台北的垃圾桶的预算，有它的承包厂商，新北有新北的，基隆有基隆，桃园桃园，那做出来怎么会一样啊？那本来议会通过预算也不一样啊。那另外呢，这个说把沈伯洋的姓名贴丢在这个捷运上吧，哦。然后呢，这个王世坚说这徒增困扰嘛，对不对？沈伯洋知名度本来就很高啦，还要打什么知名度？有人不知道沈伯洋吗？不知道那个乱法吗？都知道啊。哦，吴佩益在捷运把这个姓名贴说要推销沈伯洋丢在姓名贴，蒋万安皱眉说不要乱丢垃圾嘛，就你这乱丢啊。那沈伯洋说老鼠不吃我不吃什么意思啊？老鼠不吃我吃垃圾。是因为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是说，老鼠吃的是垃圾，他是沈伯洋，他不是垃圾。好吧，我这真的没人共享，好吧？那蒋万安到宜兰去复选，昨天吧所以他是正港的宜兰女婿，所以呢，这个好几千人挤爆了会场，大家要看蒋万安啊。那另外说地方已经暴动了，所以地方说哇，这总统级的复选力量来了啊。那另外呢，因为吴宗宪跟蒋万安喊双科合作因为台北新北叫双北双北它现在叫双科因为大概都是有
科学园区吧，科学园区是北投的这个士林的科学园区，那宜兰那边大概也会要设科学园区，这样的两边的科学园区能够合作。那另外呢，就是郑丽文到底候选人找不找去站台了哈？那蒋万安说要尊重候选人本身。候选人要请你就站台就站台，候选人不请你就不请你。那昨天吴宗宪因为邀请我嘛，那因为我是下班时间去，那至于要不要请郑丽文，吴宗宪会邀啊。我觉得到时候再意思说就尊重这个候选人了哈。那因为这个党内辅选说没有看到郑丽文被做文章，说为什么大家不找郑丽文去呢？那国民党高层说因为他在忙着要访美。因为他马上要到美国，6月要到美国去了，到美国很重要啊，所以这段时间，而且刚开始嘛，其他人去就其他人去啊。那另外呢，这个也有党里面的辅选要角说，他可能会害国民党丢到3县市，嘉义市、彰化县、宜兰县就比较危险了哈。那民进党就说祝福他哈，不过基本上这样了哈，就是说你放心好了，一定会邀党主席去的为什么党主席有一招，你非要他不可。你邀请我去，我才补助你办活动；你不要去，我就不准你办活动，那就非要不可了嘛。过去有党主席这样说我们本来也不想邀了，但是呢，因为给我们钱嘛，给我钱，对，邀他去才给我钱，这就邀了嘛。我们看一下，中宪他有2件事比我厉害，他有女儿，我3个孩子都是男生，3个男生。把我家里要拆掉的速度，比我们台北市拆违建还要快。这宜兰女婿蒋万安一上台，玩笑开不停。国民党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首场联合大造势，人气很旺，不止初选对手全到场，和蒋万安也抛出北宜连线。我还拜访了非常多不同县市的县长，要推动各县市的大家彼此的合作，例如什么？刚刚蒋市长说的 T-Pass， 先前传出国民党宜兰整合出现状况，随着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特别到宜兰关心后，初选几位主角议长张胜德，还有民众党东部主委陈婉慧都驳斥传言。外面的新闻在这过程当中不断的对胜德在抹黑以及在刺针，可是很多事情都没有经过胜德的证实。我在这边保留法律的一个追诉权，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将吴宗宪送到我们的县政府。我们3个整合得很好，我们一定是1+1+1大于3大家说对不对？遇到了很多的攻击，很多的抹黑啦。你这空降，你不是宜兰人呐。其实我很希望把我一辈子的所学来贡献给宜兰。我是爱宜兰，手牵得很紧，破除不合传言。吴宗宪要宜兰走新路，再以先团结，当然是首要目标。来，张博士怎么看？我想地方选举也有各个地方的特色，但是呢，我想这个很多的生活圈其实大家是结合在一起的。你要真正的去切割新北或者北市，确实也是不太合适。这个就这么一河之隔，如何能够调和顶赖、相互合作？我觉得这是不单是地方之福，也是中央之福。但是选举的过程之中，抹黑、这个造谣，或者说是各种的曲解，这也是台湾选举文化本来之一。那我们呢，事实上有没有办法说是真正，就是说能够大家互不有无？我讲了一个实在话，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南部在缺水，对不对？北部的水库都快满出来了。我们今天中央政府今天520，我们的总统就没有想到把北水南调，盖那么一条管子，然后来输，对不对？所以这个今天谁有大格局、大蓝图，其实这个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在这边衷心祝福所有的候选人，这个整个这个选举的过程之中，大家都很平顺顺利，调和抵赖。选举是一时的，但是呢，乡亲是永远的。那这。我个人觉得啦，这个蒋万安目前可以说是整个全国大概是大家以我们要选举人最希望就是蒋万安。那蒋万安当然也承诺在这个6都部分他会多跑几次啊，所以不管沈伯洋到底是如何，他对于整个全国他很清楚他自己的亲和力跟受欢迎的程度哦。我想这个是毋庸置疑。那他也必须是负起，我想蒋万安这次绝对是负起全国最大共同公约数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了啊。那我们个人来说。
说的话，不是说不邀请郑主席，因为像我们高雄有小组长会议，那天大概有500到700个人党员的一个部分，那党主席来高雄当然是理所当然。那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场子，所以说我觉得那是要看不同的一个性质。而且我觉得以郑主席的一个智慧来说，他过去是名嘴，然后他也当过所有的民意代表，他很清楚地方到底需要什么，所以他或许在中央会讲一个他中央，或者是他到对岸会讲对岸，但是到高雄或者到我们南部来，他很清楚南部的民意对于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所以就多讲讲我们这个整个国内，包括刚刚张博士所提到的南水，对啊，我们北水我们需要，南部很需要啊。那如果我们很多电的话往北，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大家共治的这个部分，强调在这个所谓的民生，强调在福利这一块，我想任何到我们这边来选举的人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绝对的一个条件，所以我相信不会是因为党内大家彼此之间大人之间有一些的想法，或者说令不出党中央不需要令出什么东西，个人都有各自，党团有党团的想法，候选人有候选人想法，所以大家只要都知道在什么样的场合讲出最能够帮候选人加分的话语，我觉得那个就是最成功的。慧慧，台湾的，我们先讲一下那个台北市、新北市的合作哈。台湾的以前的设计，县里面有市，你看台北市在台北县的中间，桃园市现在叫桃园区嘛哈，在桃园，台南不是新竹、苗栗、台中一连串都是如此哈。你再看台北市这个刚才有台北市思刚刚才讲的人口很多是住在新北市，因为土地它的房价相对是便宜，所以你看我们的台北市一开始搞捷运，我们不能只有在台北市啊，一定跟台北县市大家怎么样合作。所以说像你像现在加上基隆，再加上桃园有一个 T-Pass， 我觉得那个政策多棒！你让在台北市买不起的房子，我可以住在桃园，可以住在新北，但是你交通一定要方便嘛，对啊。所以台北县市要不要合作？我觉得区域的共治、区域的合作，就像打篮球有区域联防一样，当然要推动嘛。整个只有台北市，你的生活圈没有办法去考虑到。涵盖每个人所需要的，所以台北县市合作，乃至于跟桃园合作、跟基隆合作，我就觉得都是正确的方向。休息一下回来。好，马英九基金会那下了最后通牒。说呢，你们不是3个人董事吗？成立一个3人小组吗？要提调查报告嘛？那这一直提不出来啊。那这样这个3人小组就说我们要的资料你没给，那基金会大概就是你要的资料我都给了，反正就扯这个。那原来说21号要开董事会，那就他们说20号资料拿不出来，还来不及。那说马英九基金会就那就27号，27号如果你还提不出调查报告。这个基金会马英九、金溥聪就要开记者会来说明，到底为什么他们觉得要有这个调查报告？他们手上有什么资料我也不知道，反正他们说手上有东西。然后呢，李德维就呛，李德维是3人小组，也是马英九基金会的董事，就呛金溥聪说：“你算什么人？你又不是当官的，基金会你没有职务，你有什么说27号以前叫我们要交调查报告啊？”那另外呢，因为他本来开这个董事会是为了要新聘董事。基金会是这样，基金会的要新聘董事，要旧的董事会同意才能新聘董事，否则的话你不能自己就聘个董事，董事长也没有说我就聘了，你这个董事要这个董事要旧的基金会同意。那当然了，就是说这也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呢，有些人就掌握了基金会，就我只要掌握董事，我就掌握基金会了。比如说这个单位，这个捐了钱，成立一个董事，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呢，骗了几个董事，然后只要这个董事会被某人掌控了以后呢，新聘的董事叫他旧的董事会同意，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基金会呢就掌握了这个原来的这个基金了，那马英九基金会就说我们要新聘董事，消息人说有问题，你怎么可以新聘董事呢？
那马英九基金会说，我们是符合规定的，可以新聘董事的，但是你新聘董事还是要旧的董事同意啊，旧的董事同不同意你不知道啊。那另外呢，这个马英九基金会说要开记者会说明跟萧旭成有关的案子，调查起来就是说，你如果外泄资料违法就要追究你。这个萧旭成什么问题？有什么资料？这个资料这是我们董事会的，你怎么可以去外泄这个资料？如果你说哦，这个违反这个，你怎么可以泄露？你泄露这个就是违法啊！这是就基金会的资料不能够外泄啊。那所以呢，这个媒体说他们基金会里面呢延烧他们之间的争议哈。那马英九基金会说萧旭成不要再散播不实的讯息。那萧旭成是说呢，我也希望看到调查报告，那这样也还我清白。所以现在2兆还在争议当中。那27号开得成开不成？这个3人小组报告拿得出拿不出来不知道。那我拿不出来之后，基金会要做什么也不知道。反正大家都各有动作，我们看一下。马英九基金会前执行长萧旭成跟王光慈遭控违反财政纪律，目前调查小组正在调查当中。不过基金会再度声明说，董事长马英九邀请调查小组出席21号的董事会，提出调查结果。不过呢，调查小组的发言人李德维则是回应说，调查仍在进行当中，21号是不可能提出调查报告的。对此呢，基金会是再度下通牒，将调查小组提出调查结果的时间拖延到了27号。并且也呛瞎说，届时如果调查小组在故意拖延的话，将举行记者会说明。由于李德维是强调了，他说目前呢基金会的声明跟内容与实际的情况有落差。当时呢是基金会先向他表示，已经有董事将出席21号的董事会，他才回应说愿意参加，但进一步了解之后，实际上根本没有董事同意出席，因此让他对基金会的诚信产生了重大的质疑。对此，基金会才会再度回应说，目前呢愿意宽延所有的时间到27号再提出调查的报告，但是希望李德维还有调查小组能够赶快把结果交出来，不然将会举行记者会说明。你劝了什么用？好吧，这个来思刚，这件事我们也是雾里看花了哦。但是因为我们以前也处理过基金会一些大大小小的事务了。第一个，它这个并不是个很大规模的基金会，但包括工作人员大概就10几来个。那为什么不能启动内部的行政调查？因为包含你的这个财务、会计等等，都应该受到基金会执行长的指挥，包括董事长的指挥。你做好一个财务的调查之后，再向董事会报告，就是说我们的查明的事情如何。那如果萧旭成没事，你就还萧旭成清白，或者中间有什么误会，借由这样子的内部调查程序把它完成。如果说一个董事会里面又找3个人去做这个调查小组，那彼此之间的权益关系就会产生一些矛盾哦，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个人会及早来去落幕啦。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我觉得有个界限，就从马总统的身体情况他自己处理，不要因为他的身体情况如何而说基金会的事务呢他忘记了。我觉得这个坦白讲不是一个很好的影射啊。基金会的事该怎样就怎样，但是马总统的身体状况由他自己跟他家人决定要不要跟外界来做说明。来，嘉玲怎么看？我讲可能会比较没有你那么尴尬啦。我们这样看呐，国民党最近好像多事之秋了哈。你看看郑丽文主席他在他们在党内的这个里面的训练里面培训嘛哈，讲了说前面的人10年把国民党消耗掉，好，然后呢就又牵扯到萧旭成这个副主席嘛哈，我没记错的话，他又是跟马英九基金会跟马前总统又有这样的关系哦，所以这个问题恐怕不是像思刚讲是行政调查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权力的问题啦。因为马总统他当然会不高兴啊，你明明萧旭成是我的人，你现在被郑丽文拉走了，然后现在呢，你又在外面可能有一些传言，你可能手上有一些东西不是那么我不是那么满意，不是那么信任，那他当然会觉得说，我马前总统毕竟也是元首啊。以前我也是呼风唤雨的，为什么我到一个基金会有卸任之后呢，绕着这个田地？那我的副主席，那个国民党的副主席呢，去当副主席也没告诉我，然后他就当了副主席。那这个是政治问题啊，思刚，我帮你们讲，这是政治问题啊。但对国民党来讲，希望赶快落幕嘛，哈。不过我是觉得说，郑丽文主席真的也不简单，接了党主席没多久，哇，搞得国民党又要韩国瑜退党啊，又要这个萧旭成呢当副主席，又把马英九基金会搞成这个样子。最厉害的是接
接下来我是真的建议他可以去高雄辅选，为什么？因为高雄他选过立委2万多票，还不错啦。虽然没有当选，他跟高雄总是有渊源嘛。我建议他也可以去嘉义辅选，台南也可以去辅选。百年奇才了。对不对？这赵大哥讲了，100年奇才怎么遇得到呢？这么好的人选，一定要去辅选，我们诚心的祝福。来，这个世权，民众党怎么看？怎么看？没有怎么看？很不简单呐，真的很不简单。接没多久可以呼风唤雨，连中国都要听他的，美国也要听他的。川普讲的那个他要跟当权者谈，居然是说跟他。赵大哥，我觉得国民党真的太厉害了。你怎么这么爱郑丽文？真的爱死了。不，这个基金会的事情是这样，从一开始到现在，坦白讲，我相信大多数的民众都是雾里看花了，应该都还是看不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今天这样子看起来，大概就是内部的2派人马针对怎么调查，怎么样公布，还是里面的内容，大概有意见不同的这个状况。那大概彼此就用媒体，然后互相去做这个对证。那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现在的在野党其实我们都没有内耗的本钱。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众党都一样，面对2026的这个地方选举，其实大家都应该是要上紧发条。那像这种内部的事情，如果可以，我觉得就内部处理，没有必要搞到这个占据媒体版面，甚至被绿营可以用来见缝插针。问题是郑丽文都喜欢对外放话啊，你逼得国民党党内不出来应对他，好像大家都做错，只有他对呢。我觉得这样反而对国民党其他的同志是不太公平的一件事情啊。不怎么样？本来就是啊，你当个党主席，你不谨言慎行，老是在放话，在内部的课程上面去骂别人，这对吗？我觉得这样不太对呢。以前的国民党主席也没有人这样子啊，不是吗？ OK， 我不是国民党。黄国昌敢骂柯 P 吗？他不会啊。不，我们党的文化是这样，我们有话直说。我们当然要谨言慎行嘛，就是留个口德吧，对不对？那我讲这点，我讲一句话，郑丽文也是还没有太多的行政经验了，因为他就忘了他当国民党的干部会议里面，那个干部里面各种人马都有嘛。也有朱立伦的人，也有江启臣的人，搞不好也有这个谁那个洪秀柱的人，他很多嘛，所以他这种要很小心的。10年连江启臣都在里面，黄敏惠也在里面，全部人都在里面被你骂了。你随便讲了一个，那些人当然就会，就他有他的老板嘛，所以我觉得郑丽文这一点是经验比较不足的，也可能也不是故意要去骂谁了。来，将军。我想，我不是将军，我是上校，我胖到跟那个元帅，那个就天蓬元帅一样胖，好吧？我想基本上来讲，就是这个问题的社会关注度，其实国民党中国国民党应该做一个调查。基本上来讲，他无论闹成什么样，再难堪，对于整个选票的冲击其实是有限的。那民进党见猎兴起讲了很多的话，事实上也没有办法增加这个民进党的选票，所以这个的到底的伤害程度是如何？毕竟这个叫做人间有呼风唤雨的，但是过去了就过去了。所以无论这个马英九基金会闹到什么事情，毕竟它不是牵涉到整个社会公益，所以我觉得它不是政府嘛，它就是一个基金会嘛。所以就中国国民党而言，这个用积极的态度去做一个民调，发现它无足轻重。对不对？那你的家务事那无足轻重，所以随便这个民主进步党怎么讲的再新人家只是觉得你有点无聊，去管人家家务事，然后呢见猎兴起，左酸右扯，这个是没有意义但是我只是觉得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说谁能够优雅的转身退场，这是确实是政治上最重要的。以前有人讲过这个登场是靠运气，对不对？那退场是靠智慧。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与其把它搞得烂戏多棚，其实是要大家一起去努力的。但是呢，我们诚如刚才我们在这个节目中讲，人到了高位通常都很固执。我们都希望有铁一般的将领，但是老是碰到铁一般脑袋的将领。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我们也必须要承认，有很多事情到达一定年纪，确实是很难这个劝得动。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了解，无论这个戏再烂再拖棚，它终有落幕的时刻嘛。好了，这
哎，我觉得民进党啊，真的是治国没本事，完全靠国民党来出事，真的是。但我们就会被别人就是在这种算是交务事的状况之下面，的确会是落人口实了。那我想，不管是马总统或是金小刀哦，我想他们对于法的这个层面上，还有对被别人误解这个层面上面，以他们的个性，不管是位置是在或者是已经退位，我想他们对于这个基本的原则，他们因为他们都认为那是他们做人一个最大的一个尊严，所以事情一定要把它搞清楚。那至于事情到底怎么样搞清楚，说实在，我们外人也还是搞不清楚。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其实要不是这个报道有这样的一个报道，而且把它放大来解读，我们也真的，因为它跟我们社会的这个部分来说，它会影响到社会观感，可是跟所谓的社会利益上面，的确是它的琢磨点是比较低。所以以我们这个从政党员来说，我们只是希望说，真的事情可以是怎么样，给各自都有一个样的一个交代，把它查清楚，然后让这件事情好好的落幕。那马英九基金会，它未来过去毕竟是曾经是在不管在论述或在各方面，在接近很多不同的人来说的话，它都有它历史上可以留名。那未来已经到这种程度，是否要做一个额外的一个出路？我觉得这应该好好来做一个思考。基本上，因为他这个3人小组，他们董事会自己推的，对，他推了一个调查小组，在3月初就成立了。那3推到现在已经2个多月了嘛。那我是觉得，那马英九原来基金会说21号会有结果，那现在说20号不行，那基金会27号，那李德伟说你是什么家伙？你为什么能叫我27号？那没关系，那3人小组说一个日期嘛，就你是跟我要27号，那我说27号我戳不出来，那我要几号？你总有一个日期啊，对，他总不能一直拖嘛。那一直拖的话，马英九那边就以马英九有个性，就是对不对？每天都讲他身体不好，讲他不好，他心里压力很大。那你赶快把结果搞出来，有或者没有，你3人小组把它调查结果，我认为也没那么困难。那现在3人小组说我要资料，你没有给，那你要什么资料？甚至可以公开，你要什么资料，让社会来公平嘛？说为什么你不给，或者你给了你不满意？那这样子的话呢，赶快把这个事情落幕，不是这样拖。当然他们可能想说，拖久以后也就算了，但是问题是马英九个性，拖久他不会跟你算的，他一定要有一个结果嘛。来，怎么办？我觉得不要怪民进党见缝插针，你不做这个事情，人家怎么见缝插针呢？我讲真的，我们。